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的台独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2号回应称，民进党罔顾历史、罔顾事实、罔顾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两岸同胞要团结起来，充分认清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本质和危害。 针对赖清德21号出席民进党全代会时大放厥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公然鼓噪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再次暴露了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实施台独分裂活动的本来面目。 陈斌华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陈斌华表示，民进党罔顾历史、罔顾事实、罔顾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推行去中国化、渐进台独，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仇视大陆，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 香港中评社指出，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是进一步要将台独付之行动，比宣称两岸互不隶属更进一步，释放了更加危险的信号。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是赖清德想怎么歪曲解释就可以歪曲解释的。另外，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政党政治的确遇到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 就是在于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根本不尊重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他们试图为所欲为，想去给台湾民主设置更多的障碍和威胁。 赖清德还做着以武谋独的美梦。23号，他从台北飞往台东花莲地区的嘉山空军基地，视察汉光演习空军参演部队实兵演练状况。汉光演习是台军1年1度规模最大的3军联合作战力排演练。就任后第一次视察汉光，赖清德显然想借机大肆作秀。他特意换上迷彩服，穿上作战靴，还带上演习臂章。不过天气状况让赖清德在秀场 吃了瘪。受台风凯米影响，原定在花莲基地进行的3型战机起降及热加油科目取消。桃园观音海滩的反登陆与反空机降科目，关渡平原的反空机降操演也全部取消。赖清德只得在嘉山基地洞库视察，并观看地面科目演练，包括跑滑道抢修、伤员减伤、分类及后送等内容。期间，3架 F-16V 战机趁短暂放晴赶忙起飞，勉强 为汉光挽尊。台风影响汉光，会担心战力打折吗？赖清德视察全程未多发言，甚至面对记者提问也避而不答，匆匆颁发慰劳奖金，也就是台湾俗称的加菜金后便离去。岛内媒体质疑台军标榜的无剧本实战化明显掺杂水分。台防务部门发言人孙立方则以风险管理为由进行辩解。 演习任务是天候状况来去做一些机动的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台湾地区领导人视察汉光演习主要集中在台岛以西、靠近海峡一侧，如台湾北部地区的台北港、新北洼子尾营区、八里海滩、桃园机场、桃园中油炼油厂，偶有去到台岛以东。近年来，随着解放军战力增强，各类演习升级，民进党当局判定原本作为战力保存的台东地区也不再安全，因此此次赖清德选择了台湾东部 地区的花莲，据悉演习响定解放军逼近台东花莲遇袭 ，F-16V 战机挂载空射型鱼叉反舰飞弹，驶入洞库保存战力，随后加油补给，反击出现在东部外海的解放军。有岛内舆论揶揄，赖清德可能不仅想保存战力，主要是想让台东的阿兵哥们杀出一条血路，供台独分子外逃。 位于花莲地区的嘉山基地是一座构筑在山洞里的永备工事，驻扎于此的台空军第5战术混合联队也被台军视为所谓的精锐部队。装备 F-16V 的第5联队长期负责台岛东部空域及海域的警戒侦察任务。该联队也是全台唯一装备 RF-16战斗侦察机的单位。解放军海军兵力在执行绕岛战备巡航时，台空军第5联队的 RF-16也经常紧急起飞，保持跟踪监视。
由于嘉山基地位于台湾中央山脉背斜处，台当局一度认为解放军远程打击火力无法轻易越过中央山脉，命中位于山脚下的嘉山基地洞库。嘉山基地也被台军视为所谓战力保存的备降机场。一旦台海局势发生不测，台空军许多战机的首要任务不是升空迎战，而是油门到底，迅速逃往花莲方向，保存实力。然而，随着解放军陆续装备越来越多的先进远程制导弹药，以及海空兵力常态化绕岛巡航，台军逃往花莲保存战力的幻想，事实上已经破灭。当然，就是以前认为说东部打不到嘛，但他现在也去了，以东部他也去了，那个航空母舰也去了啊。现在飞弹也跟以前不一样的，也比较准啊，把你跑道炸了，把你洞口封了，你那个飞机能不能出来，能不能反击呢？不知道啊。外界注意到，此次汉光演习首次演练境外物资接转及交通运行管制，并动员多个单位及部会实施演练。台防务部门助理研究员表示，台湾是海岛型地理环境，战略物资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都靠外援，因此战时护航转运就非常重要。他指出，此次演练的境外物资接转分两种情况：一是海上接驳转运，以燃油等液体为主；二是陆上接驳转运，以实体战略物资为主。今年的汉光演习增加了这么一个科目，说明台湾当局心里非常的明白，无论他们在岛内囤积再多的物资，一旦发生冲突，岛内现有的这些物资是不够用的。现在没有冲突，所以他们可以做这样的演练。那么一旦如果有了冲突的话，那么他们就算想从岛外运物资进来，我们就请问他一句：这个物资能运进来吗？除境外物资接转外，此次汉光演习还侧重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所谓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是指模拟指挥链在战时若中断，导致各战区甚至各作战单位无法向上通联，而必须遂行独立作战。联合火力打击一定是把岛上所有的重要相关通联设施、监视设备、固定的所有载台全部都给你摧毁掉。军团没有办法跟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可以去构联的时候，那也就是各级部队就必须要依照他平时的训练以及他相关准备的各个剧本来应对他所面临的状况，其实就是要去适应学习一个任务式的指挥。观察指，说的好听是独立作战，说的难听就是当台军失去制空权、制海权，甚至连控制链、指挥链都被打瘫后，民进党当局希望各级部队能化整为零的顽抗到底，以拖待战，等待外部势力救援。而这种策略无疑是以牺牲台湾民众为代价，将无辜民众绑架在台独战车上。更恶劣的是，民进党当局还积极规划各种宣传方式，确定知道、关注、了解、支持4阶段宣传步骤。为宣传本次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还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推出让岛内民众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虚拟主播，甚至可用中、英、日等多达18种语言进行战报播报。借由汉光演习验证联合作战计划是。私は房総省の観光40円州のバーチャルライバー。In recent years, the PLA has increasingly 观察指，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花样百出，都无法改变两岸军力悬殊的事实。台媒援引台防务部门22号上午发布消息称，21号清晨至22号清晨，共侦获解放军军机12架次、军舰7艘次以及公务船1艘次。台媒注意到，不同于以往的是，根据台军方发布的航迹图，其中1架无人机4面完整绕台，且滞空长达13小时，而其他战机则主要在所谓海峡中线以西以及台湾西南空域活动。台媒以罕见出现密不透风、未留太多空隙的状况描述报道。对于解放军演训活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早有回应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地区开展的演训活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正当之举，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警示反制，也是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我们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看到，身兼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
在民进党全代会上提出了3项重要目标，其中摆在第1位的就是要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其实要真正了解赖清德提出的所谓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的真正目的，我们首先必须要回顾并且比较一下李登辉、陈水扁与蔡英文提出的台独主张。我认为，无论是李登辉提出的2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还是蔡英文提出的两岸互不隶属论，其本质上都是属于破，或者说是着眼于否认，也就是既否认大陆提出的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一种原则，也否认岛内现政权，或者说是否认马英九与国民党提出的9二共识。但在否定之后，或者说是在破了之后，无论是李登辉、陈水扁还是蔡英文，并没有解决利的问题，也就是在否定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政治定位之后，并没有解决接下来台湾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碍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他们不敢提出，或者说是隐藏了自己的台独建国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或者说有了这一番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赖清德提出的所谓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其实就是要在李登辉、陈水扁与蔡英文破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是否定了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基础之下，开始要立了，也就是要做李登辉、陈水扁与蔡英文这3位都不敢做的事情，搞所谓的台独建国了，或者说是要准备建立其梦寐以求的所谓台湾共和国了。这也就意味着赖清德这个台独精神准备图穷匕现，要超越李登辉、陈水扁与蔡英文，准备将台独计划从理念上落实到行动上了。同时，赖清德提出的所谓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实际上还意味着赖清德准备用台独意识形态洗脑台湾2300万老百姓了。未来在岛内，凡是认同一个中国的台湾民众与政党，都有可能会被打成异端。在民进党全代会上，赖清德除了提出了所谓的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主张之外，还认为台湾是反攻大陆基地的说法是一个错误，并确立了所谓保卫台湾的台湾优先原则。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尤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赖清德否定台湾是反攻大陆基地这个说法，还不仅仅是否定了两蒋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同时还否定了美国的台海政策与台海战略。因为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基地这一说法，实际上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两蒋统治台湾时代，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基地这一说法，主要指的是军事上的武力反攻。然而，在中国大陆实现改革开放，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全面超越台湾之后，或者说是在两蒋的武力反攻大陆彻底失去希望之后，由于美国仍然将台湾定性为跟中国大陆进行意识形态新冷战的桥头堡，所以至少在美方看来，台湾地区还保留着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大陆进行反攻的作用和地位。而美国的这一政策和战略定位，也是建立在美方的一种政策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意味着赖清德否定台湾是反攻大陆基地的这个说法，不仅否定了中国大陆的一中原则，否定了国民党的9二共识，同时也否定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而在赖清德就职以来，不仅对拜登政府的不支持台独政策置若罔闻，将美国重量级官方学者要求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的联名呼吁当成了耳边风，同时还在新闻稿中公然删除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有关一中政策的言论。我认为赖清德之所以敢于在此时蠢蠢欲动，显然是看到了当前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正因为总统大选而陷入了激烈的内斗当中，根本就无暇顾及台湾，更无暇管理台独。在刚刚结束的民进党全代会上，由赖清德为首的新赖系人马还拿下了10席，中常委中的6席，在民进党内形成了一派独大的局面。您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赖清德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推动自己的台独主张了呢？我认为毫无疑问，赖清德本人就是这样想的。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又顺利拿下民进党的党权，
尤其是清除掉蔡英文的残余势力，在民进党内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之后，他就可以将民进党打造成为实现其台独梦想的战斗堡垒。不过，赖清德的理想虽然很丰满，现实却是异常的骨感。在我看来，即使赖清德拿下了岛内的执政权，顺利地当上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同时也顺利地将民进党的党天下变成了赖清德的赖天下，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实现所谓的建立台湾主体性国家认同的台独目标。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最终赖清德的台独美梦能否成真，其实并不是取决于民进党，更不是取决于赖清德本人，甚至也不取决于岛内的台独势力，而是一要取决于岛内的主流民意，二要取决于中国大陆的意志，三要取决于当前的国际环境。我认为，光是从岛内的政治生态上来看，始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台湾民主化运动，是既催生与助长了台独，同时也扼杀了台独，甚至使台独变得彻底不可能了。因为在民主化运动之后，岛内的决策机制已经由两蒋时代的自上而下模式，变成了自下而上模式。也就是像台湾前途与定位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决定必须要服从于所属政党的决定，所属政党的决定必须要服从于主流民意的决定。这就是马英九执政时期无法推动两岸统一，同时李登辉与蔡英文执政时期也无法实现台湾独立的原因。既然李登辉、陈水扁与蔡英文做不到的事情，凭什么赖清德就能够做到？更何况，在赖清德执政的时候，民进党还丢掉了岛内立法机构的主导权。这些都意味着赖清德的台独主张既出不了台立法机构，也过不了台湾主流民意这一关。